让你游泳了。我怎么就不能游泳了？海里很危险，你不知道吗？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。错，不可以在海里游泳，不可以骑海上摩托，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。你凭什么管我？我是你教员。你只是我的教员，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。万一出状况，身体受伤了怎么办？你还想不想飞了？在你眼里，我跟一个发动机、一只鸡有什么区别？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，给你带来麻烦吗？你是我的学员，我对你负有责任。我不用你对我负责，求你以后离我远点。那你至少要对你自己负责。把耳朵冲洗干净，避免患上中耳炎影响飞行。兰亭哥，那边有冲水的地方。你第一次飞航班的问题，已经反省过了吗？关于报警这件事，在流程上，我的确是处理欠妥。没了？没了。你没有经过机长的同意就参与客舱事务，驻外期间下海进行高危活动，对工作缺乏严谨的态度。这次，对你做出停飞1周的处理，扣除本月奖金。你刚刚说的哪一条是运行手册上有过明文规定？我对你们的要求一定是高于运行手册，运行手册只是底线，你不能拿底线作为衡量标尺。另外，手册的相关规则，我也会申请增加更多的条款。顾南亭，你改手册，你针对我是吧？是你，给我提供了更多的反面例证。我还有会，你先回去好好反。请进。樊婷啊，江部长，您找我？咱们被人投诉了。坐。这是位姓张的女士，投诉的原因是，她乘坐的大年29那趟航班被取消。航班取消是天气原因，机场都关闭了。这个张女士呢，点名问责承销，由于承销的处理不当，才造成了航班被取消。承销的处理方式的确存在问题，这还有份更严重的投诉呢，来自头等舱白金卡用户，一样质疑承销玩忽职守。这白金卡的投诉分量你是知道的。承销的错，我已经做出处理了，停飞1周，扣除本月所有绩效。仅仅只是停飞1周啊？你是不是还忘了澳洲凯恩的那起投诉了？加上这2起，他都创纪录了。停飞1周，要让我看呢，你给他降为观察员都是轻的。这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、方法还有态度，都太不成熟了，那简直就是个不稳定的因素。现在看来啊，当初咱们接收这个人，那就是个错误的决定。江部长，我认同您说的。这次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不成熟，但是我不认同以此全盘否定他。整件事情他并非任性妄为，也有他自己的理由，且事后也积极做出了补救。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啊，投诉书摆在这儿呢。我建议把这个人直接调到地勤部门去，让他磨砺一阵子再说。飞行和地勤根本就是2个部门，从来没有飞行员会被调去地勤部门过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行员呢。对于这种特殊的人才，自然要用特殊的方法。
我认为不妥。南亭啊，你自己也说过的啊，你说在这批飞行员当中，程潇的技术是很出色的，这一点我承认。可他关键的问题在于心性，你把他调到地勤部门去，那不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吗？如果他足够优秀，那他肯定能够坚持下来，得到更好的进步，对吧？跨部门交流学习，下周例会直接宣布。你好，这次航班，客服部收到了2封针对你的投诉信。下周例会上，我希望你主动承认错误。我只承认我犯了的错误。总之，例会上必须诚恳检讨，明白了吗？是不是在你心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？程潇，你说吧。各位领导，关于报警这件事，我的确有做的不妥的地方。我没有考虑到后续飞机起飞的程序就直接报警，导致飞机延误，没有按时起飞。这一点，我需要深刻反省，以后也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但是飞机上出现有扰乱客舱秩序的旅客，我们的标准流程就是报警，清除隐患。而且飞行员去处理客舱事务，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明文规定。南亭，这是你的学员，你说该如何处理啊？江部长，我是那次航班的机长，主要责任在我，我要承担全责。你为什么要承担？你又没错。我说过，你没做好就是我没做好。现在既然有旅客投诉，那这个后果我自己承担，不关你的事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一样需要承担责任。我回去写检讨，停飞1周，扣除本月所有绩效。用不着你在这儿装好人，你不是都把我停飞1周了吗？别激动啊！南亭作为机长，确实有责任。该如何处理，我们之后再讨论。现在主要是程潇的事。你现在已经不只是停飞的问题，加上这次投诉，经公司商讨决定，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。你说什么？派去地勤。